别人拜神用的都是香烛贡品，而眼前这个男人用的却是棒棒糖和汽水，只因他供奉的神明乃是天庭3大反骨仔之一的哪吒三太子。男人名叫韩杰，由于年轻的时候犯了大错，导致自家的宫庙被烧，父母葬身火海。韩杰本想一死了之，不料纵身一跃后，他竟奇迹般穿越阴阳，完好无损坠落到了地狱。还没等搞清楚怎么回事，一个浑身潮牌、手持火尖枪的男人随即出现。小伟，你害死我的帮手，怎么负责啊？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哪吒三太子，韩杰的父亲就是他在阳间的帮手。你爸是我的帮手，你说怎么办？我哪有被他坏？就你这条破命，比你爸拿来擦桌子的破抹布还破，想死啊？没那么简单。太子爷抄起火尖枪，在韩杰胸前烙下了一个莲花形的烙印，就像农场主给自家牲口打上的永久标记。随后太子爷把他带到地狱的囚室门口，韩杰透过门上的小窗看到了自己的父母正在围着火红的炭盆吞噬里面的炭火。你爸你妈失职，没把你教好，就该在里面替你接受惩罚，直到还清他们的罪孽为止。韩杰恳求太子爷放过父母，让自己替他们赎罪，不料一切都是天命早已注定，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小鬼，你害死你爸，从今天开始，你要替他还债。说完后，太子爷扔给男人一捆卡片，里面是他最厉害的法器和一些辅助技能。他让韩杰子承父业，回到阳间继续替自己做事，做完3600件，他的父母就可以脱离炼狱，再入轮回。从此以后，韩杰就成了太子爷在人间的附身容器和沟通媒介，民间亦称之为鸡童或者鸡身。今天给大家带来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鸡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台湾版的地狱神探康斯坦丁究竟战力如何。话不多说，点个赞，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话说排骨开天辟地之初，地狱魔头六犯闯入人间，为了壮大自己的魔力，他吞食生灵，残害百姓，妄想成为天地至尊。天界派出最强斗神哪吒三太子降世伏魔，两人大战10天10夜，六犯最终被太子爷再次打回地狱，但人界却也因此被搅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自此天地人三界立下契约，神魔皆不能以真身踏足人间，只能通过降鸡的方式暗中行事。而那些被他们选中的鸡身，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鬼使神差，这些神差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和沉重的使命，除了时刻盯着想要越界的妖魔，最为重要的一点，还要提防那些不听话的鬼使为祸人间。下面正式开始第1集的内容。某天深夜，女学生叶子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了陈旧破败的东风市场，怀疑自己的父亲被女鬼缠身，特来寻找传说中的驱魔大师韩杰帮忙。楼下的门卫大爷正在酣睡，对于叶子的询问充耳不闻。可就在叶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是人在的，是鬼过来。老人突然蹦出来的梦话把女孩吓了一跳，她战战兢兢继续深入。楼道里阴暗潮湿，没有一丝光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火焚烧后的焦糊味。这里之前应该是发生过一场火灾，几乎每个楼层都摆有祭奠死人的贡品，由此可见，那场大火烧死了不少这里的住户。叶子循着纸条上的地址一路来到4楼，走廊里一片死寂，静得吓人，完全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女孩来到409门前，壮着胆子按响了门铃。谁啊？我找韩杰。房门打开后，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映入眼帘。找我干嘛？还没等叶子把话讲完，韩杰就迫不及待想要赶人。他只拜太子爷交办的任务，懒得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人在我爸枕头底下放了这个，他被女鬼迷住了。韩杰接过来闻了一下，随即就把红包扔出了门外，上面没有任何阴魂的气息，或许只是那些江湖术士骗人的把戏而已。不死心的叶子继续按铃，在他看来，韩杰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根本配不上驱魔大师这个称号。转头的瞬间，走廊里悄无声息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火光，而且还有扩散蔓延的趋势。这时正好来到了11点整，火势突然升腾而起。走啊！你干嘛啊？韩杰赶忙将叶子死死护在身下，他有三太子的烙印护体，根本不惧这些人世间的熊熊烈焰。女孩偷眼望去，火焰中裹挟着的冤魂厉鬼，似乎要将这里的一切吞噬。事后，韩杰将叶子带进了房间，并随手给太子爷献上了今日份的贡品。小妹妹，
你几岁？21。先前那名女子看海姐带回来一个女生，识趣的赶忙离开。海姐想抽根烟放松一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就在这时，太子爷给他派发了新的任务。没处理的任务还一堆，你又不给抽，你有完没完呢？叶子瞅准时机，赶紧上前。他妈妈最近迷上了一位风水大师，他怀疑风水师想要使用乌蒙茅山术谋害父亲。海姐闻言神色一惊，因为太子爷给他的任务上同样提到乌蒙术士驱使白衣女鬼作祟害人。接过对方的名片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名叫何君来的风水师竟然是乌蒙茅山术陈七杀的嫡传弟子。海姐与这个陈七杀之间有过一场生死大战，后面会详细讲到这部分的内容，咱们先做个简单的了解就行。既然太子爷已经做出了指示，海姐不得不接下这个案子，答应第二天去叶子家里看看。叶子机灵古怪，对所有事情都充满了无限好奇。刚外面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几年前，两个年轻人因为感情纠纷放了一把大火，烧死了很多楼里的住户。他们往死后变成地缚灵困在了这里，每到晚上11点，他们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刚才叶子在楼道里的怒骂声惊扰到了他们，误以为有人要来放火，地缚灵们受到惊吓，纷纷出逃，这才有了刚才他们看到的惊魂一幕。为了避免再次吓到自己的邻居，海姐朝叶子撒出一把香灰，然后利用自身的法力给女孩开了天眼。两人来到外面，果然原本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此时已是鬼影重重。海姐赶忙出言安慰：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不好意思打扰了。第二天，海姐如约来到了叶子家里。据她所说，家里一共出现过一白一红两只女鬼。四处查看期间，海姐发现叶子的房间有很多假发。通过桌子上的病历得知，叶子患有血癌，时日无多，放疗化疗导致头发全部掉光，每天都只能带着假发出门。海姐之前有个喜欢的女生也是患上不治之症，最终离开了人世。女生送给她的糖果盒，海姐一直保留至今，这也让她对叶子的遭遇多了几分触动。随后两人来到叶子父母的卧室，果然又在枕头里发现了一个红包，里面包着的是一缕头发和一截断甲。海姐凑近闻了闻，依然没有任何邪祟的味道。如果真是有鬼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对方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就在这时，叶子妈妈又把那位风水大师请到了家里。海姐不认识这位风水大师，对方却对他的名字如雷贯耳。海姐拿出那枚红包，怀疑是陈七杀在背后搞鬼，对方却轻描淡写的表示，师父陈七杀已经退休多年，不问世事，而这枚红包也只是用来斩断叶子父亲的桃花运而已。太子爷接连下发了几个任务，都与红白女鬼有关，而海姐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显然这件事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叶子不仅是个好奇宝宝，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粘人精。海姐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你要玩找别人玩，我有事要忙。太子爷要给你新任务吗？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两人正在斗嘴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海姐的邻居罗姐，也是这家小吃店的老板。从来没有见海姐身边有过这么正经的女生，自然而然也就误会成了她刚交的女友。与此同时，警局里面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案子，网吧女厕所出现了一个偷窥狂，可警方查遍了所有的监控，却始终没有找到嫌疑人的影子，于是就有了色鬼作祟的推断，不得已只能向海姐求助，看看是不是有鬼。恰在此时，海姐接到了太子爷下发的任务，说的也是网吧偷窥狂的事情，没办法，只能走一趟了。赶来求助的张敏张警官本打算一起前往事发的网吧，他天生阴阳眼，或许可以帮得上忙，不料却遭到了海姐的拒绝，理由是警察身上的阳气太重，如果对方真的是一只色鬼，那么与其找一个男的帮忙，倒不如找个女的更加合适。那我跟你去。不行，年纪太小。你可以。随后两人来到网吧，海姐竟然当着叶子的面打开了颜色网站，臊的女孩随即转过了头。殊不知海姐的这番操作只是为了引诱色鬼现身而已。她招呼叶子把挨着的几台电脑全部打开，并播放起了同样的内容。没想到这招果然管用，片刻过后色鬼现身，正准备对叶子上下其手，海姐直接上去一拳将色鬼打翻，这也彻底将对方激怒，随即拿出了自己最厉害的招数，火影忍者结印加路飞的3档模式。王小明3档。
色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变大，身体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球形，但这根本吓不到见多识广的韩杰，仅用一根吸管就让对方恢复了正常。王晓明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在空中乱飞，接着又被韩杰按在地上一顿海扁，周围顾客被吓得四散奔逃，色鬼则趁乱躲了起来，意图偷袭韩杰。叶子眼疾手快关掉了电源，王晓明被卡在了屏幕里，进退两难。这次韩杰选择与他讲道理，道理讲不通的话，韩杰也略懂一些道法，随时可以让他魂飞魄散。随后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得知王晓明生前是个存在感很低的宅男，整天除了上网打游戏、看动漫、浏览颜色网站之外无所事事。后来遭到女生的拒绝，想不开走了极端，他无处可去，便来到了经常去的网吧，靠着偷窥女生打发时间。韩杰看他本性善良，也就没有继续动手，让他找个没人的地方等着鬼差来接，随后便要起身回家。我才不要回家嘞，我等下还要去跟踪我爸，去对付那个女鬼。听说附近有女鬼出没，王晓明也紧随其后跟了过去，希望他们可以把女鬼介绍给自己认识。随后叶子的父亲带着一名女子出现在了酒店大厅，虽然没有看到女鬼，但叶子还是决定追上去找父亲问个清楚。房门被打开的瞬间，三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女人似乎是知道两人的父女关系。你们父女好好聊一聊吧，我先走了。随即识趣的离开了房间。韩杰撇下叶子，跟着女人走进电梯，因为他看得到女人身后跟着一白一红两只女鬼。女鬼出现，王晓明也闻着味道跟了过来。或许从一开始叶子就猜错了，根本就不是风水师想谋害他的父亲，而是他的母亲，想借助风水师的力量除掉这个女人。随后两人塞鬼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女人开车门的瞬间被女鬼附身，但韩杰赶到，女人正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何居然要你们干嘛？我可以放你们自由，以前陈七煞也还要对你。两鬼趁韩杰没有防备突然偷袭，红衣女鬼附身在女人体内，避免伤及无辜，韩杰只能把她从女人体内逼了出来。即便是哪吒三太子的机身，但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再加上对方来去如风，飘忽不定，韩杰很快就落了下风。刚刚爬起身，又被女鬼死死勒住脖子，提到了半空。这时一辆越野车突然自行启动，加大油门朝着男人撞了过来。以上便是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机身》第1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机身》第2集的精彩故事。上集说到，韩杰被白衣女鬼死死勒住脖子，提到了半空，红衣女鬼控制着越野车撞了过来。危急时刻，男人掏出了一枚混天绫的卡片，摔到地上后迅速燃烧。太子爷的混天绫犹如苍龙出海一般从火焰里钻了出来，红白女鬼没有丝毫招架的能力，转瞬间被击倒在地。第2集轮回的内容正式开始。眼看两只女鬼被捆成了粽子，王晓明赶忙上来自我介绍，希望可以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结果被韩杰一把甩飞了出去。你们是何俊来养的鬼，对吗？你们被咒控制住了，我可以帮你们解开，让你们自由，但你们要告诉我，何俊到底想干嘛？韩杰以解除困住他们的法咒作为交换，想知道何俊来操控他们的目的何在。岂料对方的回答远远超出了韩杰的想象。大王威胁七杀大伯。这句话里透露出来3个信息：第一，女鬼口中的大王肯定是六范；第二，女鬼称呼陈七杀为大伯，也就是说他们俩不是何俊来养的鬼，何俊来是陈七杀的徒弟，大伯这个称呼明显是乱了辈分。第三，六范试图重返人间，而陈七杀受到威胁，正在帮他做着某些方面的准备。既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韩杰最终还是履行诺言，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法咒。咒已经解开了，以后别让我看到你们。王晓明无处可去，韩杰便把他带回了东风市场，让门卫大爷给他找个空房间暂时住下。这里的住户都被开了天眼，所以可以看到鬼魂的存在。交代完后，韩杰赶忙往楼上跑去，他浑身冒着阵阵白烟，似乎很痛苦的样子。不料叶子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子时快到，先进来。进屋后，韩杰先是吃了一把莲子，
随后又从水池里打捞出来一截莲藕，切成片贴在胸前冒着火光的烙印上面。即便作为太子爷的机身，海姐也不能随随便便使用他的法器，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惩罚。海姐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在梦里，太子爷现身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啊，是要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消息漏到吗？你担心的那个女孩，要今天就会投胎。别说我没帮你啊。女生希望自己走后，海姐能好好生活，可海姐却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一定会在女生投胎后再次找到她。可找到又能怎样呢？或许上一世的承诺早已在轮回中消散，这一世的她与海姐再无任何瓜葛，还是互不打扰的最好。海姐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叶子不但没有离开，还帮她把家里收拾了一下。杰哥，你昨天晚上怎么了？叶子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好奇，提起了昨天晚上的事。那种法器的副作用，为什么用法器还会有副作用啊？他都有一条命跟他寄生，不管严一点，寄生来的话，他都没面子。镜头一转，来到了王小明这边，门卫大爷给他找了个空房间暂时住了下来。没想到他不知道感谢，竟还抱怨房子的隔音太差，甚至还幻想着可以有台电脑，这样他就可以继续自己的宅男生活了。得知这里还住着很多像他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鬼，王小明又一次打起了女鬼的主意。不过海姐也答应了他，表现好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叶子依然像个跟屁虫一样，海姐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小区里的游乐场，镜头里的一家三口正在被两个女鬼纠缠。今天海姐就要帮他们解决掉这个麻烦。这两只鬼结论非常深，得花点功夫处理。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陈先生的妻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可谁都不敢靠近，只有海姐一个人在大快朵颐。灯光一顿爆闪后，女鬼现身。儿啊，你又请新法师来对付我们了。两位阿姨没有自己的孩子，便把他们的侄子陈先生当成了干儿子来养。陈先生的儿子小智，自然而然也就多了两个干奶奶。很可惜，两位奶奶在孩子的教育上存在严重分歧，即便死后依然是争论不休，每天半夜都会吵得不可开交。陈先生一家人不胜其烦，不得已才找到了海姐帮忙。海姐尝试着讲事实摆道理，劝说他们自行离开，只可惜口才不济，反而被两个奶奶怼得哑口无言。叶子看不下去，也想插上一嘴。其实你又是哪位啊？有孩子吗？大人讲话有你插嘴的份。没家教，肯定是捷运上那种不会让座的年轻人。对，陈先生实在看不下去，拉着妻儿跪在地上求他们离开。孩子马上要上小学，妻子也怀了2胎，他们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谢谢你们疼爱小智，但我们真的是快受不了了。两位奶奶确实很疼孙子，他们也是因为小智才选择留在了这里，但没想到自己的这份爱竟然成了孩子们的负担。面对陈先生一家人的苦苦哀求，两位老人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相继隐去了身形。本以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料海姐两人刚刚走出家门，电梯里就出现了一颗巨大的脑袋。两个老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都推给了海姐。姐妹俩认为是海姐多管闲事，害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海姐两个人顺着楼梯一路向下，不料又遭遇了鬼打墙，一直在8楼和9楼之间上下徘徊。就在这时，身旁的消防门自行打开，两人走进去，竟然直接来到了小区的游乐场。两位奶奶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你们好狠的心，竟然拆散我们一家人！眼看两位奶奶冲了过来，海姐急忙捏爆一张名为金砖的卡片，这其实也是太乙真人传授给哪吒的法宝之一。由于出场次数太少，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姐妹俩被困在金沙形成的结界内，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海姐并没有打算要伤害他们，还是想劝说他们放下执念，尽快离开。毕竟人鬼殊途，阴阳有别，继续待在这里只会给孩子们带来霉运与灾祸。看他们无家可归，实在可怜。叶子动了恻隐之心，决定给他们找个安身之所，还答应介绍一个孙子给他们认识。当把两个老人带到王小明面前时，王小明彻底懵了，说好的女朋友呢？怎么领回来两个奶奶啊？最后还是海姐答应烧给他一台电脑，王小明才愿意乖乖的配合装一回孙子。两位奶奶好，我叫王小明，有需要我为您服务的吗？这天晚上回到家里，
海姐看着太子爷下发的任务百思不得其解。3个任务分别是：乌蒙术士勾结黑帮，乌蒙术士撕裂恶鬼，6犯迷惑一男。结合女鬼说过的话，那么前2个任务中提到的乌蒙术士很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而那个被6犯迷惑的男人更是没有丝毫头绪。就在这时，张敏警官突然造访。之前海姐拜托他查一查那个风水师何君来，结果发现他的很多资料都是假的，没什么本事。海姐怀疑真正在暗地里搞鬼的很有可能还是陈七杀。当年6犯被太子爷打败后一直封印在地狱，如果想要重返人间，就必须有人类的召唤才能解除封印。5年前，陈七杀被6犯蛊惑，并甘愿作为他的机身，让6犯降级到了人间。人间的气味真怀念。海姐与6犯随即扭打在了一起，但6犯根本无心应战，他边打边退，似乎急着要去完成自己的召唤仪式。海姐自然不会让他如愿，死死咬住6犯不放。僵持之际，血月慢慢消失在了云端之上，6犯失去了难得的降世机会，被彻底激怒，手中的金刚杵狠狠刺向了海姐的腹部，随后又一把将其甩飞了出去。就在他要下死手之际，海姐赶忙掏出9龙神火罩的卡片推入腹中。6犯及时抽身回到了地狱，陈七杀也因此受了重伤，选择退隐江湖。但他断言，肯定还会有人为了一己私欲，再度出手帮助6犯降临人间。下次。或许是因为对陈七杀有了偏见，海姐一直怀疑是他在背后搞鬼。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海姐手中的卡片所剩无几，只要将剩下的用完，便可恢复自由之身。在此期间，难道还要经历一次魔王降世吗？心烦意乱之际，小维又叼来了新的任务。海姐抓起纸团丢了过去，却被通灵现身的太子爷稳稳接住。太子爷此次过来就是想提醒海姐，6犯肯定会在新老机身交替之际卷土重来。在新人没有上手之前，这次的危机还是要交给海姐处理。海姐当即推荐张敏做自己的接班人，只可惜警局里这帮人拜的是关公，总不能公然强关二爷的粉丝吧。太子爷让海姐尽快调查清楚6犯的阴谋，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麻烦。随后镜头一转，来到了一间密室，心狠手辣的夜店老板吴天机已经被6犯选中，成为了他新一任的机身。恰在此时，红白女鬼回来复命，两人本想伺机报复操控他们的罪魁祸首，却被男人手中的金刚杵当场逼退。你利用我们威胁到，只有你死，他不曾愿解毒。你们节奏了，闪姐，我好羡慕陈老师啊，有2个这么漂亮又爱他的家人。通过对话不难看出，陈七杀与2个女鬼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相信后续的故事会对此进行揭秘。红衣女鬼想要趁机偷袭吴天机，不料却被白衣女鬼抢先一步挡下了吴天机手中的法器。白衣女鬼最后又看了一眼红衣女鬼，随后消散在了空气之中。红衣女鬼想要冲上去报仇，却被6犯的法器钉在了原地。男人又在她身上施下了法咒，只为更好的操控女鬼为己所用。接下来知道该做什么了吧？话说另外一边的陈七杀这段时间并没有真正的隐退，而是一直在帮他的幕后金主刘老板处理生意上的麻烦。这次刘老板想要对付黑龙堂，不但没有亲自过来，他手下的小弟还对陈七杀指指点点。陈七杀略施小计就封住了小弟的嘴巴，去跟刘董说，下次有事找我，叫他自己来。大佬的威严绝对不容冒犯，吓得几个小弟赶忙逃离了现场。随后陈七杀就出现在了黑龙堂的地盘，拿出一盒名为登天的茶叶放到了黑龙堂堂主的面前。刘老板托我送茶来，喝了好上路。10几把枪齐刷刷对准了陈七杀，但男人没有丝毫恐惧，只要略微出手就可以送他们集体上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太子爷下发的任务，勾结黑帮的是陈七杀，撕裂恶鬼的就是吴天机，6犯迷惑的男人应该也是吴天机，还有一个想要复仇的醉汉暂时还没有出现。整体梳理一下剧情，6犯与吴天机达成了某种契约，想要再度重返人间。吴天机又以2个女鬼威胁陈七杀替他办事，至于办什么事还不得而知。而海杰作为本片的绝对主角，现在只知道6犯意图重返人间，对于几个人之间的勾结一无所知，想要把整件事情查清楚难如登天。出场人物越来越多，
故事脉络却越来越清晰，相信后面的剧情也只会越来越精彩。以上便是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生》第1集、第2集的全部内容。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们下个电影再见。危急时刻，男人吞下一张卡片，霎时便从口中喷出了熊熊烈焰，9条火龙张牙舞爪从烈焰中腾空而起，眨眼间便将周围的恶鬼吞噬殆尽，就连凶邪残暴的牛头尊者也没能逃过被火龙吞噬的命运。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生》第3集的深度解析。话不多说，点个赞，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台湾的宫庙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本是信众们祈福许愿、寻求神明庇佑的清净之地。奈何龙蛇混杂，真假难辨，很多欺世盗名之徒汇集其中，装神弄鬼，借机敛财。神龙殿的神龙太子便是其中之一，经常假借驱邪的名义骗财骗色。这天晚上，他刚刚离开道场，就被拦住了去路。骗钱就算了，还敢诬告！神龙太子重伤倒地，动弹不得。一时模糊之际，陈七杀及时赶到，只要男人握住他的手，就可以逆天改命，但是要乖乖听话，受其驱使。神龙太子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对方。一条眼泛绿光的巨蛇迅速钻入男人体内，死而复生的代价就是他要一辈子成为陈七杀的傀儡。替我做事，我会给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你要办什么事？我需要一群恶鬼兵马，用人的元灵炼成，找生辰八字符合的人，杀了他。另外一边，韩杰作为哪吒3太子的机身即将卸任，工作态度也就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这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带着住在东风市场的这些人和鬼，在天台上搞了个联欢派对，祭拜过后撒出一把香灰，人间美食瞬间就变成了鬼魂的祭品，大家一拥而上，狼吞虎咽，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满足与兴奋。王小明的注意力全在旁边的美女身上，被美女傲人的身材吸引，根本挪不开眼睛。你好，我叫梅娜，欢迎住进来。你好，我叫王小明，请问对民科有什么看法？东风市场经历过那场火灾之后，大部分住户都已经搬离了这里，仅有极少数人选择留了下来，只为陪着被困在这里的家人。门卫大爷的儿子和孙子在大火中丧生，他就选择了留下来继续享受天伦之乐。罗姐相依为命的弟弟也在那场火灾中不幸离世，但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出现。叶子的父母则是正在闹离婚，他不愿看着两个人整天吵架，于是像狗皮膏药一样时刻黏在韩杰身边。相比于自己家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殊不知看似平静的东风市场早已被一股阴冷诡谲的黑暗势力悄然锁定。就在这时，韩杰收到了张敏发来的信息，昨晚有个黑帮被全灭了，叫黑龙堂，死法非常诡异，明天去找你帮忙一下。韩杰想去看看任务里有没有关于黑龙堂的信息，结果正好遇到了自己的邻居江小姐。这位江小姐久病缠身，还有个聋哑的女儿名叫圆圆。圆圆经常在走廊里的墙壁上画画，有时候韩杰遇到了还会递过去一支棒棒糖哄孩子开心。江小姐知道韩杰是太子爷的机身，于是向他求取逆天改命的方法，希望借此帮助他们母女二人脱离苦海。韩杰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只能回绝了对方。没想到这次冷漠的转身竟然成了男人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遗憾。回家后，他翻遍了所有的任务，没有找到黑龙堂的消息，反倒发现任务中多次提到了神龙太子这个名字，但这并没有引起韩杰的足够重视。把任务放回柜子里的时候，韩杰又一次看到了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那是一本笔记，里面全都是关于凤元宫火灾的简报。凤元宫就是韩杰自己家的那间宫庙，供奉的正是哪吒3太子。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太子爷的庙宇，韩杰的父母也一起随之葬身火海。报纸上提到，凤元宫是因为土地纠纷惹上的麻烦，同时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刘宽福的地产商人。上个视频咱们说过，陈七杀一直在帮一个姓刘的幕后金主处理生意上的麻烦，其实说的就是刘宽福这个奸商。凤元宫这场大火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证据而已。第二天早上，韩杰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张敏带来了黑龙堂的最新消息。他们在案发现场的监控里看到了陈七杀，还找到了魔王六犯的印记。警方怀疑这是买凶杀人，但是以韩杰对陈七杀的了解，他不太可能因为这些身外之物轻易出手。况且太子爷的任务中也有相应的提示，这也就说明整件事的背后必定和六犯想要再度降世的阴谋有关。我有个公庙朋友在道上混过，我去找他问问，也许他会知道一点什么。
阿福之前混过黑道，改邪归正后专心经营自家的宫庙。海姐直接开门见山表明来意，还真就从阿福这里探听到一些有用的线索。黑龙堂最近中标了一个上亿规模的政府项目，本来说好了要交给刘快福的公司承建，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黑龙堂临时改变主意，想独吞这块蛋糕，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被团灭的最主要原因，也从侧面印证了刘快福的心狠手辣。他当然狠了，当年我家那破公庙就是他拿的地契又放火。当年刘快福看上了凤元宫所在的那块土地，于是找人让海姐染上毒瘾，欠下巨额债务后，又哄骗他偷出公庙的地契做了抵押。海杰的父母仍然不肯屈服，誓要抗争到底，于是刘快福安排手下放了一把大火，这才算是顺利改走所有钉子户，拿到了那块土地。海杰正是因为这件事想要一死了之，结果后来就遇到太子爷成为了他的机身。现在海杰完全有能力杀掉刘快福替家人报仇，但作为太子爷的机身不能乱造杀孽，况且他现在是在替父母赎罪，只能把所有仇恨深深埋藏在了心底。阿福为了宽慰海姐，把他比作漫威中改过自新的钢铁侠。你 superhero 呢？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知无？你凊彩黑白母哦，你跟刘宽武侠无共。海姐懒得听他胡扯，转身离开了现场。随后镜头一转，来到了吴天基的夜店，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年轻男女在舞池里肆意扭动着身体，宣泄着无处安放的荷尔蒙。身形佝偻的陈七杀踹行其中，与周遭的热闹喧嚣格格不入，很快就引起了吴天基的注意。随后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得知，当年陈七杀的家人惨遭黑道迫害，他选择帮助六犯纯粹是为了替家人报仇，杀的也都是那些该死之人。而吴天基和六犯勾结，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虽然可以胁迫陈七杀为自己效力，但陈七杀打心底里看不起吴天基，更不愿意与他同流合污。我知道自己天理不容，但我以前从不杀无辜。我身为恶人，我知道恶有许多面貌，但我跟你不一样。眼看吴天基变了脸色，陈七杀赶忙转移话题。接下来，你还要我做什么？这天晚上，海姐的烟瘾又犯了，依然是怎么都打不着火，气得他把打火机扔到了地上，而打火机到了叶子手里却又恢复了正常，这似乎是太子爷对他的一种惩罚。就在这时，小维又调来了新的任务，神龙太子害人。海姐看完后没有丝毫反应，反倒是一旁的叶子留意到，这个月已经第3次出现神龙太子的名字了。第1章是警告骗财骗色，第2章是受术士蛊惑合谋犯案，第3章就是害人。事态的发展一次比一次严重。怪我喽？不怪你，难道怪我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海姐整天嚷嚷着要帮父母赎罪，其实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任务上面。但凡他稍微积极一点，太子爷给的卡片早就用完了，不仅父母可以脱离炼狱早入轮回，他自己也可以早日恢复自由之身。海姐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跑到太子爷面前发了一顿牢骚。本想出门透透气放松一下，结果刚出来两人就愣在了原地。之前那个活泼可爱的邻家小姑娘圆圆，现在居然变成了灵体的状态。海姐小心翼翼走过去询问原因，小姑娘眼含热泪飘然离去，并没有给出任何提示。我要下地狱一趟，别帮我。这似乎是触及到了海姐的软肋，当即就要前往地狱查明圆圆的死因。他交给叶子一套电击设备和一个录音机，让女人3分钟之后叫醒自己，随后吞下一张九龙神火罩的卡片，利用法器的副作用让自己灵魂出窍。一阵痛苦的抽搐过后，海杰的灵魂脱离肉体堕入阴曹。他本意是想找鬼差问个明白，不料恰好遇到了江小姐的阴魂，正在四处寻找女儿的踪影。万万没有想到母女二人都已遇害，只因小姑娘的元灵不知所踪，下不了地狱也入不了轮回，这才导致母女二人一个留在阳间，一个来到了地狱。谁干的？是龙太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江小姐一直在寻找逆天改命的方法，好巧不巧遇到了神龙太子，她把自己和女儿的生辰八字拿给了对方，没想到圆圆就是陈七杀正在寻找的12元灵之一。男人解释说，母女二人的命格相克，这辈子注定是彼此拖累，灾祸不断，想逆天改命就要斩断上一世的因果，必须把圆圆留下来单独做法。女人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最终还是被神龙太子连拉带拽硬推了出去。小姑娘也意识到了不对劲，抓起剪刀刺中了男人的腹部，男人感觉不到丝毫疼痛，转身就掐住了圆圆的脖子。江小姐找到一把锤子砸坏门锁，冲进房间对着神龙太子的脑袋砸了下去。
却依然没能伤其分毫，反被对方夺走了锤子，一击毙命。受害是我自己，受害是我女儿。他在哪？在他的道馆。3分钟的时间将近，叶子赶忙给海姐播放音乐，然后把电流开到最大，用电击设备顺利帮海姐灵魂归窍。男人醒来后怒不可遏，慌忙吞了一把莲子缓解痛苦。他让叶子通知张敏警官改去神龙殿。那你呢？我找人算账。海姐利用乾坤圈成功点燃了一支香烟，随后大步流星改去神龙殿。他要让神龙太子血债血偿。此时男人正在给信徒们举行驱邪仪式，丝毫没有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海姐推门而入，厉声把无关人等赶了出去。神龙太子似乎早已料到会有今天，脸上看不出丝毫慌乱，反而给人一种期待已久的感觉。死而复生后有了邪灵护体，神龙太子的身体机能被大大提升，即使海姐有乾坤圈傍身，也未能从他这里占到丝毫便宜。海姐被打得连连后退，只剩下招架的能力，完全没有了还手的机会。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这三太子帮收尸吧！如果不是有太子爷的烙印护体，这一下很有可能会让他命丧当场。海姐连个神棍都打不过，免不了又被太子爷奚落了一顿。不料他却反过来抱怨太子爷的法器太弱。太子爷闻言不怒反笑，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桀骜不驯的叛逆，才让他选中海姐成为了自己的机身。最后太子爷给了他一个经过特殊加持的卡片。此时神龙太子正在蹂躏海姐的肉身，却突然被对方抓住了手腕。打够了没啊？换我了吧。点点火光犹如流沙一般汇聚到了一起，最终凝结成了太子爷的紫焰蛇矛火尖枪。海姐蓄力起跳，朝着神龙太子狠狠砸了下去。男人甩出念珠紧缠枪身，却被海姐的回身上挑当场扯断，还没等有所反应，被撞碎的幕墙夹层里，赫然出现了几具被密封包裹的尸体，其中就包括江小姐母女2人。警方赶到后收拾残局，海姐带着圆月的园灵回到了东风市场。园灵归位的刹那间，小姑娘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可爱。圆圆，可以说妈妈了。与此同时的城市另一端，女学生汪雨晴走在回家的路上，刚给父亲报过平安，就被陈七杀炼制的恶鬼给盯上了。以上便是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生》第3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寄生》第4集的精彩故事。上集咱们说到，女学生汪雨晴走在回家的路上，刚给父亲老汪发过信息，说自己快到家了，还约定好要一起吃宵夜，结果转身就被陈七杀炼制的恶鬼给拖走了。老汪忙于工作没太在意，等他再次抬头，已经来到了午夜12点，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老汪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赶忙出门寻找。他在巷子里发现了女儿的书包，但人却不知所踪。汪雨晴，第4集猎鬼的内容正式开始。刘快福因为黑龙堂的事情被请到了警察局配合调查，他做过那么多坏事都没有被抓住把柄，本以为是个精于算计、心思缜密的狠角色，结果面对警方的询问连个屁都不敢放，全由一旁的沈律师代为回答。临走之前还不忘放几句狠话，以示对警方的不满。凶手抓不到，反而来欺负我们善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养着你们，你们知道我1年缴多少税金吗？大律师，是，帮我记着，下次缴税的时候，顺便买一点狗饲料，喂狗。两人离开的时候撞到了前来报警的老汪。男人的妻子早年过世，他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看他坐立难安、手足无措的样子，张敏静也不由得多了几分触动。镜头一转，来到了一处废弃厂房，和汪雨晴关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生。随后陈七杀将这名女生带出门外，帮女生解开了束缚，让她逃走。本以为是陈七杀良心发现，岂料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恶鬼勒住了脖子，最终还是被当成祭品献给了六犯。一股冲天的煞气拔地而起，吴天基的密室里也随之亮起了一根蜡烛。
另外一边，张敏和海杰正在梳理最近发生的几起案子，黑龙堂神龙殿，包括汪雨晴失踪的地方，都出现了六犯的印记。既然陈七杀参与了黑龙堂和神龙殿的事件，那么汪雨晴的失踪肯定也与他脱不了干系。找到陈七杀成了接下来的重点。海杰看着手中的照片，突然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张太子爷的任务：乌蒙术士掳走汪女。这什么状况？也就是说，每次事情发生之前，太子爷都会提前通知到海杰，海杰却认为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最终导致事态越来越严重，处理起来也越来越麻烦。怪我喽。除此以外，张敏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警方已经申请到了搜查令，准备搜查刘快福的家，想让海杰一起跟过去看看。刘快福跟海杰有血海深仇，再加上他跟六犯的事情掺和到了一起，于公于私海杰都没有推辞的理由，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两人下楼的时候遇到了罗姐，她拦下海杰想问问自己弟弟的事情。阿祥他还在这东风市场吗？阿祥是罗姐相依为命的弟弟，两个人感情很好，也是死在了那场火灾里，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按理说地缚灵会被困在他们离世的地方，直到被地府的鬼差接走，进入下一世的轮回。海杰猜测，他之所以迟迟不肯现身，就是不希望罗姐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越是亲近的人越要为彼此考虑，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这才是亲人最想看到的结果。可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是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呢？随后镜头来到了刘快福的家里，海杰和张敏刚进门就被吓了一跳，房子里站满了无数的冤魂厉鬼，硬生生把一座豪宅营造出了鬼屋的即视感。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终究是白忙了一场。但恶人自有天收，谁也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天理。海杰在角落里看到了黑龙堂堂主的冤魂。你想干嘛？我要他的命，是要害死我的。叶令奇，我索命是经过地府同意的，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天庭有天条，地府有明规，黑令旗代表了十殿阎罗的共同决定，连神明都不敢轻易插手，更何况海杰只是一个小小的机身。好，收队，走吧。第二天早上，阿福找到海杰，又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除了神龙殿发生的那几起命案以外，台北市还发生了多起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阿福知道的就有6个，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人死了却招不到魂，跟圆圆的情况一模一样，不用想肯定又是陈七杀的杰作。但现在的问题是，海杰只是一介凡夫俗子，既没有我们的上帝视角，也没有太子爷的法力，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才能把这些线索串联到一起，从而洞悉六犯的阴谋。再加上之前还有那么多的任务没有处理，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不料此话一出，被阿福认为是没有志气，当场摔门而去。心烦意乱的时候，太子爷通灵现身，海杰忍不住又是一通抱怨，神魔宣战自己却不动手，反而找来一群机身斗来斗去，这种方式像极了黑道的做派。当神的规矩也是很多的，上面那群老古板啰里吧嗦的管超严的，要是没经过他们同意，我就随便出手，那我就犯规了。你不会想害我跟那只猴子一样被压在山下吧？太子爷能够看穿海杰的心思，他不是缺少与六犯大战一场的勇气，只是没有必胜的信心而已。但是对于他这种人，加油打气是没用的。太子爷随即开启了嘲讽模式，句句尖酸刻薄，实则却是在激发海杰的斗志。不长进的臭小鬼，赶快做出你的选择吧。另外一边的汪雨晴，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关了几天后，也被带到了外面。陈七杀解开女生身上的束缚，放弃离开，这次并没有出现恶鬼来路。可女孩真就能这么轻松地逃脱魔掌吗？镜头再次回到海杰这边，警方调取了汪雨晴失踪地点周边的所有监控，虽然没有发现陈七杀的踪影，但并不排除他的嫌疑。按照警方的一贯逻辑，张敏把最近发生的3起案件在地图上标出来，圈出了一个陈七杀可能藏身的大致范围。海杰突然想到了阿福提到的6个受害者，如果把他们的点位也加进去，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精确的范围。两人急忙赶了过去。夜幕再次降临，刘快福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去楼上把老詹送的那一块茶饼拿来，我比较看看。是老板。不料保镖刚刚离开，冤魂们就控制了男人的身体。刘快福发现今晚的茶叶格外香醇，
鬼使神差端起茶壶一饮而尽，随后又抓起茶叶大把大把塞入口中。这副癫狂的状态像极了他平日里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模样。最终男人倒在地上七窍流血，当场身亡。又是一股阴邪的黑气直冲云霄。吴天基这边也随之点亮了一根蜡烛。直到这时我们才看清楚，这是一个类似城市模型的法阵，每一个重要点位上都有一根黑色的蜡烛，与现实中的方位一一对应。所有蜡烛全部点亮，也就意味着法阵被彻底激活，魔王六范便可以再度重返人间。不久之后，失魂落魄的沈律师跑到警局投案自首，他愿意供出刘快福做过的所有坏事，只求尽快把自己关进监狱里面。队长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变态的要求，殊不知男人正在被一群冤魂纠缠，不得已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张敏见状暗自窃喜。陈七杀在哪？我都说。张敏赶忙把陈七杀的位置告诉给了韩杰。这是一个临近水域的3层别墅，表面上平平无奇，进去以后才发现内藏乾坤。正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法台，周围被黑布包裹的一个个罐子里面全都是陈七杀炼制的恶鬼。陈七杀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仿佛早已恭候多时。他甚至已经猜到了韩杰来此的目的。那女孩不在我这里，王雨晴还有其他用处。韩杰好不容易见到了陈七杀，虽然心里有很多疑问，却不敢贸然开口，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引导对方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也就是在这时，韩杰才知道陈七杀背后还有个心狠手辣的吴天基。当年陈七杀的家人遭黑道杀害，他为了报仇才选择了与六范合作，可见陈七杀把家人看得很重。吴天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挖出陈七杀女儿和侄女的尸骸，把他们炼制成一红一白2只厉鬼，利用他们逼迫陈七杀为自己效力。那2个女鬼，白的是我侄女，红的是我女儿。如果不跟他们合作，吴天基就会让这2个丫头魂飞魄散。5年前韩杰打败陈七杀之后，收走了他所有的法器，陈七杀没有能力反抗吴天基，只能乖乖的跟他合作。不仅如此，吴天基还利用六范的金刚杵，把他变成了一个不生不死的怪物。是我不好，让六范重新找上你。我这叫现世报，我这是天理不容。但是那2个丫头是无辜的。说完后，陈七杀亮出了他的武器，只有打败韩杰才能救出自己的女儿和侄女，这是吴天基答应他的条件。为了自己的家人，陈七杀没得选，而他之所以要养这么多的恶鬼，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这些恶鬼的攻击力虽弱，但胜在数量庞大，用来消耗韩杰的体力再好不过了。此时房子里犹如一个古罗马斗兽场，恶鬼如同狼群一般前仆后继，再凶猛的狮子也终有招架不住的时候。片刻过后，陈七杀亲自下场，辗转腾挪之间招招致命。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痛觉，还无惧伤害，如同开挂一般的存在。仅靠肢体上的打斗，韩杰毫无胜算，很快就被对方刺中腹部踉跄倒地。刚刚爬起来又遭遇了恶鬼们的车轮战术，一个不小心被再次扑倒在地，再想起身为时晚矣。恶鬼一拥而上，钳制住了男人的手脚，任凭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挣脱。好不容易掏出来的卡片又掉在了胸前，眼看陈七杀手持武器越靠越近，韩杰慌忙叼起卡片推入腹中，霎时便从口中喷出了熊熊烈焰，9条火龙张牙舞爪从烈焰中升腾而起，在空中盘旋缠绕，咆哮嘶鸣。九龙神火灶。眼看自己养的恶鬼被一个个吞噬殆尽，韩杰也因为法器的副作用晕死了过去。陈七杀知道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可他还是低估了九龙神火罩的威力。等韩杰再次睁开眼时，周围的一切全都归于了平静。陈七杀身上冒出阵阵黑烟，看上去已然没有了生命迹象，不料却猛然抓住了韩杰的脚踝，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6个字：月月法阵中大。随后便化作一团齑粉消散在了空气之中。吴天基看着远处升腾而起的黑烟，知道陈七杀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使命。陈老师辛苦了。随后镜头给到了东风市场和一轮上弦月的特写，那么陈七杀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不言而喻。月圆指的是时间，也就是每个月的农历15；法阵中央指的是地点，也就是东风市场。上弦月出现在每个月的农历初7，那么也就意味着7天之后，韩杰与6范的终极大战会在东风市场上演。最后再插几句题外话，
我个人觉得陈七杀这个角色太有魅力了，他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和善恶标准，特别是为了家人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魄力，早已超越了很多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一身邪气，满心温柔。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们下个电影再见。男人每次受伤都会把莲藕切成片附于伤口之上，眨眼间他的身体便可恢复如初。当年哪吒三太子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师傅太乙真人用莲藕为其重塑身形，也正因如此，男人作为太子爷在人间的寄身，每次受伤后都要以莲藕来修复身体上的创伤。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身》第5集的深度解析。话不多说，点个赞，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上集咱们说到，陈七杀受到吴天机的胁迫，不得已与海姐大战一场，只有打败海姐才能救出一红一白2只女鬼。在恶鬼们的轮番攻击下，海姐败相已生，危急时刻吞下了9龙神火罩的卡片，9条火龙随即现身，顷刻间便扭转了战局。陈七杀遭受火龙攻击，命不久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了6个字：月圆法真，真大。为我们指明了魔王6犯降世的地点和时间。海姐也因为9龙神火罩的副作用昏迷不醒，邻居们赶忙把她泡在莲池里面，再将莲藕切成片抛入其中。海姐身上的伤口奇迹般恢复如初。第5集入魔的剧情正式拉开帷幕。荷花盛开，屏幕前的各位看官们好运自然来。第2天早上，海姐悠悠转醒，身体早已恢复如初。张敏和叶子放心不下，竟然在这里守了整整1夜。闲聊之时，小文又调来了新的任务，去佛山山顶强身健体。看到佛山2个字，海姐心头一紧，瞬间想起了5年前的往事。当年他打败陈七杀，为了逼迫对方退隐江湖，他把陈七杀所有的法器全都封在了佛山山顶的一个保险柜里。然而海姐不知道的是，陈七杀却趁他不注意，偷偷把一颗糖果也放了进去。你真以为自己是无敌了？这次是你运气好，要是6犯得到完整魔力，你死定了。这次太子爷在任务中提到这里，一定有其特别的用意。海姐2人来到山顶的佛字下面，砸开锈迹斑斑的门锁，一个由神兽看守的保险柜映入眼帘。我靠，靠北的傻小啊！海姐见怪不怪，走上前去输入密码，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柜门打开的瞬间，大量糖果犹如瀑布般倾泻而出，不消片刻就堆成了一座糖果山。还没等2人搞清楚怎么回事，糖果堆里突然钻出来一个通体雪白的小鬼，天真无邪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2人把小鬼带回了东风市场，买回来一袋小孩子爱吃的零食，将香灰撒在上面，拿给小鬼享用。小鬼支支吾吾蹦出了吴梦学3个字，搞得海姐2人一头雾水。张敏随即赶回警局查一下这个名字。王晓明有了电脑后，整天窝在家里打游戏，于是海姐便把照看小鬼的任务交给了他。吴天机改名之前叫做吴梦学。吴天机改名之前叫做吴梦雪，未成年的时候犯过杀人罪，出狱之后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陈七杀说过汪雨晴不在自己手里，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很有可能现在就在吴天机那里。为了深入了解吴天机这个人，海姐2人找到了负责当年那起案子的检察官。检察官对这件案子印象深刻，因为他对当时的判决很不满意。张敏接过卷宗后随即愣在了原地，经过海姐的提醒才回过神来，只因卷宗上的审判长张鹤成是张敏已故的父亲。请继续。吴天机15岁那年，残忍地杀害了一名16岁的女生和她的奶奶，只因他与女生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了女生奶奶的阻挠。吴天机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律师，在政商2界颇有一些人脉，他动用各种关系向司法系统层层施压，再加上吴天机当时尚未成年，最后只判了一个5年的有期徒刑。女生的爷爷本就瘫痪在床，得知判决结果后悲愤交加，几天后便含恨离世。我气我自己没办法帮女孩子讨回公道，但我更气的是这个世道，有权有势就能够只手遮天。法律维护的只是秩序而非正义，审判看重的仅是证据而非事实。男人明白这个道理却没有改变的能力，只能感叹世道不公，造化弄人。出来后，张敏给海姐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故事。父亲在他高中那年突然变得郁郁寡欢，没过多久便自杀身亡，离开了人世。临走前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对不起，
或许就是因为吴天基的这个爱字，男人迫于无奈做出了违心的判决，所以才会到死都没能原谅自己。得知父亲的真正死因后，张敏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当年的冤案鸣不平，也更加坚定了要抓住吴天基，阻止六犯魔王降世的决心。妈，我一定要把那人渣送进监狱。监狱，像这种，结下18层地狱啊！随后两人又见到了吴天基父亲的女助理，女人得知他们的来意后表现得异常紧张。我们从她口中得知，吴天基当年被送进监狱以后，就遭到了女生爷爷的鬼魂纠缠，还说要到地府告他的名状。吴天基向他父亲求助，找了个法力高强的大师，把老人的鬼魂封印在了一个山形的檀香炉里。也正是因为如此，吴天基出狱以后就全世界到处跑，痴迷于学习各种法术巫术，只为凌驾于阴阳两界的规则之上，彻底挣脱人间与冥界的所有束缚与制裁。应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吴天基认识了乌蒙茅山术的陈七杀。陈七杀知道他阴险毒辣，不择手段，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六犯的下一届代理人，故而在保险箱里留下了那只小鬼提醒韩杰。后来凡是跟吴天基父亲有竞争关系的律所负责人全都莫名其妙发生了意外。男人意识到是自己的儿子在背后搞鬼，以修改遗嘱为要挟，逼迫吴天基就此收手。岂料他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威胁起了自己的父亲。你试试看啊，你要是改了遗嘱，那下个出意外的，有可能就是你。后来男人不得已关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女助理也就此离职。后来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父子俩的消息。韩杰猜测，吴天基之所以封印女生爷爷的鬼魂，逼迫陈七杀帮他干坏事，就是在刻意躲避因果报应的轮回，即使死后被抓到冥府问责，也可以全部推到别人身上。与此同时，正在警局里等待消息的老汪突然接到了吴天基打来的电话。吴天基伪装成汪雨晴的朋友，把女生在学校遭受霸凌的事情透露给了老汪。气急败坏的老汪怀疑是对方绑架了自己的女儿，当即找到霸凌者大打出手。而霸凌者租住的地方正是当年吴天基杀人的那间公寓。3年前被吴天基买到了自己名下对外出租，吴天基因此被请到了警局配合调查，但遗憾的是没能从他身上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他打给老汪的那通电话显示的是国外线路，无从追查。至于名下的那间公寓，只是因为地段好买来投资而已，警方不得已只能放他离开。就这样放他走，拘留不了他。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他跟汪雨晴的失踪案有关啊，而且那个打给汪正南的手机号码发现位置根本不在国内，所以现在也不能确定这支号码就是他使用的。好了，24小时跟着他。知道了。韩杰在走廊里堵住了吴天基，让他先把无辜的汪雨晴给放了。韩杰愿意赌上性命与六犯一决高下，可这番话在吴天基看来不过是小孩子装腔作势的场面话罢了。他满脸不屑的表情，似乎并没有将韩杰的威胁放在眼里。所谓的以命相搏，不过是弱者无可奈何的虚张声势，幼稚又可笑。他更喜欢做一个置身事外却可以操控一切的旁观者。从警局出来后，吴天基回到了自己的会所，他独自来到顶楼，点燃了一张红色的卡片。此时叶子正准备从东风市场回家，结果还没有走出去多远就被红衣女鬼附了身，他如同提线木偶一般折返了回去。门卫大爷发现不对劲，追上去询问。叶子，女生径直来到天台，耳边一直有个声音让她跳下去。危急时刻，韩杰冲上去将其扑倒在地，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红衣女鬼随即离开了叶子的身体。韩杰在乎的人越多，越容易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正是吴天基想要看到的结果。正在车里盯梢的张敏看到韩杰气势汹汹走进了会所，不明所以的他赶忙跟了进去。韩杰将正在逍遥快活的吴天基一把揪了起来。你敢动我的人，我先让你下去。韩杰表现得越气愤，吴天基就笑得越得意。韩杰在乎的人终将成为拿捏他的软肋，只要不断撬动这些软肋，韩杰就会方寸大乱，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对抗六犯将士的计划。张敏赶到后将两人拉开，借机嘲讽吴天基只会嘴上功夫，根本不配做陈七杀的接班人。不料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吴天基，他竟当众承认陈七杀只是自己的一颗棋子而已，他杀的人也全都是受到了自己的指使。这句话正中张敏下怀，急忙拉着韩杰离开了现场。原来早在进去之前，他就打开了录音笔，仅凭刚才的那2句话就足以让警方对吴天基展开全面调查。他们当晚就突袭搜查了吴天基的住处，找到了封印受害者爷爷的那尊檀香炉。
队长将其偷偷带出来交给了韩杰。队长让什么处理？找个时机，王爷相信黑令旗。终于抓到他的把柄了哦！妈的吴天机！回去之后，韩杰把所有命案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面，尝试着找出汪雨晴被藏在了哪里。他突然想到了陈七杀说过的法阵，于是灵光乍现，把这些地点用笔连在了一起，组成的图案竟然就是六犯的印记。剧情进行到这里，韩杰的脑子终于派上了用场，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了一起。之前那些点位上发生的命案，看似随机且互不关联，实则是在用活人献祭的方式一步步激活法阵。5年前他之所以能够打败六犯，只因六犯没有在月亮升到最高的至阴时刻到达法阵中央，没能获得完整的魔力，韩杰才侥幸打赢了对方。我死就让你跟我一起下地狱。通过地图上的标注不难看出，这次法阵的中央位置就是东风市场，而最后一个点位落到了金湖广场，这里还没有发生过命案，也就是说法阵还没有被彻底激活。韩杰猜测汪雨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点位上的祭品，如果能够赶在月圆之前救出汪雨晴，或许就可以破坏法阵的完整性，进而阻止六犯的降世阴谋。只能说这个想法很傻很天真，吴天机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容易看穿自己的计划？就在这时，小维又叼来了新的任务，尸魔将乘月圆来袭。随后镜头一转，来到了吴天机这边，他在一栋废弃建筑的血池里面召唤出了六犯。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得知六犯指使吴天机将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藏在了叶子体内，借此来牵制韩杰。把东西放在那女孩身上，就算韩杰发现，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你给我谨慎一点，最后一步了，先灭尸魔，想办法消耗他的法器吧。为了消耗掉韩杰手里仅剩的几张卡片，吴天机还借助六犯的魔力，用多起命案死者的精血和怨念，炼制成了2只阴邪可怖的巨型尸魔，作为六犯将士的开路先锋和护法凶兽。吴天机的计划缜密而诡谲，且正在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韩杰仅仅是窥探到了阴谋的冰山一角，能否在月圆之夜成功阻止魔王降世，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集的精彩剧情。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机神》第6集的精彩故事。上集说到，警方趁着搜查吴天机住处的时候，偷偷把封印受害者鬼魂的檀香炉拿给了韩杰。韩杰说要找机会帮鬼魂申请黑令旗，但只是嘴上说说，一直没有行动。回去后，他把香炉装进茶叶罐，随手放在了家里。第6集幸运的内容正式开始。韩杰出门时遇到小鬼和王小明在楼道里乱跑，便随口说了几句，结果却忘记了拔掉房门上的钥匙。他刚刚走出市场，就来了一个脖子上挂着幸运符的年轻人。其实吴天机早就发现了警方的小动作，这次派手下过来就是要把香炉偷走。男人轻而易举钻进了韩杰家里，一通翻找没有发现香炉的踪迹，起身的时候撞到了柜子，香炉竟然直接掉到了他的手里。出去的时候依然非常幸运，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偷走了香炉。回去后，他把香炉交给了一个名叫阿佑的男人。阿佑是吴天机的狗腿子，经常帮他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个手也太顺了，你就跟他开光一样。是这个幸运符带给你的好运。幸运符被吴天机加持了魔力，可以短时间内给佩戴者带来好运，但从长远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晚上回家后，韩杰发现香炉被偷，一点也不着急，只是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妈的，一定是吴天机搞的鬼。吴天机作为一个反派角色，使出这样的手段合乎情理，倒是韩杰把香炉拿回来却迟迟没有动作，着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好在小偷在房间里留下了指纹，很快就查到了他的底细。苏志强绰号傻强，有吸毒和入室盗窃的前科，而且张敏已经摸清了他的活动范围。此时傻强正在一家电玩城里赌博，有了幸运符傍身，他如同作弊一般的存在，几乎把把都可以中奖。韩杰和张敏两人前来抓捕，很快就注意到了傻强脖子上的幸运符，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枚幸运符的威力。警察张敏刚一上来就被硬币滑倒，追捕的过程中又被顾客击中。韩杰好不容易抓住傻强，又被飞过来的篮球砸中了脑袋，两人被搞得狼狈不堪，最后还让傻强轻易逃脱。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是那枚幸运符在作怪。妈，怎么那么衰啊？好饭来睡吧。镜头一转，来到了老汪这边。上集咱们说到，老汪将霸凌女儿的男生揍了一顿，但他毕竟不是绑架汪雨晴的凶手，警方最终只能放他离开。
老汪刚刚回到家里，又一次接到了吴天基的电话。吴天基暗指男生家里有钱有势，警方迫于压力不愿意追查而已。激怒老汪的同时还抹黑了警方，可谓是一箭双雕。他让老汪去7号水门外，到那里就可以找到汪雨晴。快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救女心切的老汪急忙赶了过去，殊不知在他之前，警方已经接到报警，提前赶到。路边草丛里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年龄与汪雨晴差不多，需要进一步鉴定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就在这时，老汪赶到了现场，男人表现得异常激动，无论张敏怎么解释都无法让其冷静下来。他笃定自己的女儿已经遇害，只是警方不愿意告诉他真相而已。相比于警方，男人更愿意相信电话里的吴天基。他早已将霸凌女儿的男生认定成了凶手，且发誓要亲手为女儿报仇。我要杀了他！吴天基的阴谋还不止于此，当他得知香炉已经到手，没有了后顾之忧，特意指派手下去东风市场闹事，制造事端，分散韩杰的注意力，让他无暇顾及汪雨晴这边的事情。吴天基还有一招狠棋没有出手，不想被韩杰搅黄了自己的计划。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早上，美娜在楼下遇到了等待韩杰的叶子，两个人坐下来闲聊了几句，话题自然全都在韩杰身上。在美娜看来，韩杰就是个外表冷酷内心奔放的闷骚男。美娜曾经被某任干爹纠缠，还是韩杰出手帮忙解决掉了麻烦。期间他还提到了韩杰爱过的那个女生，女生身患绝症，命不久矣，是韩杰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自此以后，男人封心所爱，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女生付出过感情，宁愿花钱解决生理需求，也不敢再轻易坠入爱河。镜头一转，来到了地狱。太子爷曾经答应过韩杰，只要替自己做事，就可以让他父母过得舒服一些。眼看两位老人已经过上了惬意的度假生活，韩杰悬着的心也终于有了着落。他担心这次打不过六范，不久后也要来地府定居。定居你个头啊！你给我拼命一点，光是年轻能打，不是我选你的理由啊。那你理由是什么？猜。随后叶子在阳台上找到了韩杰，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对彼此都有意思，但谁都不敢挑明。韩杰不想再经历一次失去的痛苦，叶子则是因为得了血癌，不想拖累对方，只能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杰哥，如果哪天我要交男朋友的话，我希望找跟你一样的。我以为你只是脑袋不好，没想眼光也不太好。就在这时，美娜突然跑了上来，说有人过来捣乱，这群人打砸门卫大爷的住处，还骑着车在市场里横冲直撞。韩杰下楼后直接抡倒一个小弟，这群人才稍稍有了一丝收敛。他们声称要去顶楼烧烤，还指明让韩杰和叶子作陪，摆明了是在故意找麻烦。两拨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但很快怪事发生，一名小弟竟然对着自己的兄弟大打出手。原来是王小明上了他的身体，不只是他，所有的鬼邻居闻讯都赶过来帮忙，现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眼看形势逐渐失去了控制，阿佑赶忙招呼所有人离开了东风市场。就在大家收拾现场的时候，张敏赶到，把无头女尸的事情告诉给了韩杰。韩杰听完后心头一紧，如果无头女尸是汪雨晴的话，那就代表着法阵最后一个点位上的祭品另有其人，还会有一个无辜的人因此受害。距离月圆之夜只剩下了3天时间，韩杰不忍心看着邻居们因此受到牵连，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有个地理摩托盯上我，也盯到东风市场，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大家离开东风市场一段时间，我会留下来保护那些离不开的鬼邻居。如果我打赢了，我会通知大家回来，但如果我输了，大家也不用担心，上面会派其他基层来处理。韩杰说完后转身离去，颇有一种英雄慷慨赴死的悲壮。10几年来，韩杰打着替父母赎罪的名义帮太子爷做事，但其实张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因为当年的错误给自己判了死刑。就像张敏的父亲，虽然是上级施压才做出了违心的判决，但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一直生活在愧疚与自责之中，最后扛不住心理折磨，选择了自杀，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再痛苦的方法。他说这番话是想劝说韩杰与自己和解。你该放过自己了啦，这些年你承受的也够多啦，对吧？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吴天基以知情人的身份与老汪见了一面。他先是对汪雨晴的死表示了遗憾，让对方相信自己的女儿已经遇害，紧接着又把媒体和警方痛批了一顿，黑白颠倒，公理沦丧，根本没有人关心普通人的死活，想要引起关注必须闹出点动静。随后吴天基走上前去，在男人身上下了咒，只为让他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第二天，警局接到群众报案，某处厂房发生火灾，烧死了2名工人，女老板被请到了警察局配合调查。张敏留意到，女人脖子上挂着一个跟傻强一模一样的幸运符。据女人所说，自从她求了幸运符以后，生意特别的顺，但是不知道怎么了，最近又特别倒霉。张敏和海姐随后找到了阿福帮忙，阿福一眼就认出这并不是幸运符，而是一种诅咒，它可以让佩戴者短时间内用完一辈子的好运，往后的余生只会越来越倒霉。这枚幸运符出自一间名叫飞地府的宫庙，海姐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当初去东风市场闹事的那帮人身上也出现过飞地府的字样，他们很有可能和偷到香炉的傻强一样，都是受到了吴天基的指使。两人手里没有飞地府的犯罪证据，只能先从入室盗窃的傻强下手。此时傻强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好运，不仅出门就踩到狗屎，打车还被溅了一身水，上车的时候撞到脑袋，走到半路发现丢了钱包，但司机师傅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已经有人帮他垫付了车费。傻强供出了飞地府的阿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搜索飞地府了。海姐让张敏等人守在外面，半个小时以后再进去抓人。除了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他还想从对方嘴里问出更多的秘密。海姐进去以后一通打砸，把所谓的飞地爷拉下了神坛，一众小弟嗷嗷乱叫，谁也不敢上前，直到阿佑赶到，才不得已在老大面前表现一下。很可惜根本不是海姐的对手，海姐揪住阿佑逼问汪雨晴的下落，不料对方除了抬香炉以外，对于吴天基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就在这时叫来的帮手相继赶到，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戏份，眼看揍得差不多了，张敏等人才姗姗来迟。是谁在求救？是我！他们用手自我求吧，还拿脸让我看呢，他还用肚子踢我脚。随后大批队伍赶到制服了众人，老大阿佑想趁机从后门溜走，殊不知海姐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吴天基的小弟们被警方带走，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执行自己的计划。海姐从后室找到了封印受害人鬼魂的抬香炉，正准备离开时，张敏收到了总台发来的信息。原来就在几分钟前，老汪受到吴天基的蛊惑，在巷子里刺死了当初霸凌汪雨晴的那个男生。男人自以为是替女儿报了仇，殊不知早已成为了吴天基的一颗棋子。直到眼睁睁看着男生断气，老汪才后知后觉地赶忙离开，逃向了金湖广场的方向。海姐听到此事后幡然醒悟，他妈的，我被吴天基耍了，他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什么意思？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吴天基的圈套，咱们逐步来拆解一下。海姐两人得知吴天基未成年时犯过杀人罪，首先找到了当年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了解完案情之后，他们又找到了吴天基父亲的女助理。女助理当时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紧张，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吴天基的胁迫，他胁迫女人把受害者爷爷的事情讲给两人听，为的就是让他们追查抬香炉的下落，未免做得太明显，引起海姐两人的怀疑。他还在夜店里面故意说漏嘴，让张敏录音。警方带队突袭吴天基的住所，又把抬香炉偷偷带出来交给海姐，再到后面派手下的小弟去偷，从而把众人的注意力又吸引到了飞地府这边。海姐两人看似是在沿着线索一路追查，实则是在被吴天基一步步牵着鼻子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不会有人注意到老汪的异常。而法阵最后一个点位的金湖广场，被献祭的人也不是汪雨晴，而是他的父亲老汪。活人献祭，那这不是汪雨晴？靠，是汪正南。吴天基绑架汪雨晴，又多次以知情人的身份向老汪透露信息，就是利用了男人救女心切的软肋，让老汪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积攒怨气。一个充满怨念和绝望的人，才是活人献祭最好的祭品。其实我还有个办法，可能要出人命了，但可以引起大家对你女儿的重视，你可以吗？我求求你告诉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什么都愿意。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女儿，如今又杀了人，男人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他站在金湖广场办公楼楼顶，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吴天基站在不远处的天台上盯着老汪，眼看男人迟迟没有行动，于是打去电话又鼓励了一番。海姐和张敏恰在此时赶到现场，电梯正在维修，海姐只能爬楼梯冲向天台，试图向老汪解释吴天基的阴谋，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以上便是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生第5》第6集的全部内容，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们下个电影再见。
为阻止魔头将士祸乱苍生，哪吒三太子的机身唯有以命相搏，斩妖除魔。奈何只是肉体凡胎，终究不是尸魔的对手。海姐刚想拿出汪载标召唤太子爷的神兵利器，又被对方用力一推，撞开窗户摔到了楼下。还没等缓口气，尸魔又纵身一跃来到了跟前。对方行动敏捷，力大无穷，海姐仅剩下招架之功，根本没有了还手之力。好不容易趁对方蓄力之际翻滚脱身，发疯一般冲向了盛放卡片的盒子，岂料接触到的睡结又被甩飞了出去。尸魔扑上来，死死掐住了海姐的脖子，令她动弹不得。偏偏就在这时，另一只尸魔带着一众恶鬼围杀了过来，眼看就要交代在这里，海姐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危急时刻，枪声响起，张敏和队长及时赶到，转瞬间扭转了局势。什么枪？善良之枪啊！善你个头啊！我们的枪跟子弹是拜过关老爷的好吗？阿福教我们的，你根本不用阿飘啊！可以想。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机身大结局》的深度解析。话不多说，点个赞，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上集说到，吴天基巧设连环计，分散海姐和警方的注意力，然后又一步步给老汪洗脑，让他相信自己女儿已经遇害，同时还大肆抹黑警方和媒体，向男人灌输黑白颠倒、公理沦丧的歪理。老汪在吴天基的蛊惑下刺死了霸凌女儿的男生，随后来到金湖广场办公楼楼顶，准备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恰在此时，海姐两人赶到现场，电梯正在维修，海姐只能爬楼梯冲向天台，在紧要关头喊住了老汪，但是男人表现得异常激动，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就在两人僵持之际，楼下的张敏突然收到了3个好消息。第一，鉴定结果显示那具无头女尸并不是汪雨晴。第二，警方已经得到了汪雨晴的线索，正在赶去营救的路上。第三，被老汪刺伤的男生没有死，现在已经被送去了医院。老汪听到这些消息后才慢慢的放松了下来。吴天基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计划一朝尽毁，便准备使用魔力把男人推下楼去。海姐两人及时出手拉住老汪，男人才得以保全了性命。本以为可以就此阻止魔王降世，但万万没有想到吴天基还有备选方案，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计划就此落空。第7集降世的内容正式开始。3辆警车直奔郊外的一栋废弃艺术馆，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这里困着一个女孩，生死不明。队长赶到现场，确认女孩正是失踪已久的汪雨晴。随后老汪被带到医院，汪雨晴也已恢复了正常。经历了九死一生再次见面，父女俩抱头痛哭，久久不愿分开，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就在这时，张敏接到了一个坏消息，金湖广场有人跳楼身亡。刚局里说有个男的投资失败跳楼自杀，就在汪志兰那个大楼附近。死亡时间推算是1个小时前。死者身份，海姐见过这名死者，当时她急着要赶去顶楼，这名男子就站在电梯前，告诉她电梯正在维修，而这名男子就是吴天基的备选方案。最后一个点位上的献祭仪式已然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法阵被彻底激活。霎时间，整个台北市被乌云笼罩，电闪雷鸣之间，一道道煞气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乌云滚滚，遮天蔽日。漆黑色的云层不断翻涌扭曲，隐隐透出刺骨的森寒。站在顶楼的吴天基见状，赶忙敞开衣襟，迎接魔王降世。一道紫色闪电正中他的身体，魔王六犯终于再次重返人间。一阵痛苦挣扎后，男人恢复了正常。终于让我上来了。那是岳云，东手边战场，看，怪奇物语哦。第二天一大早，东风市场的邻居们开始陆续撤离，大家依依不舍，相互道别，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多年相处，这群陌生人早已变成了彼此的家人。罗杰始终不肯离开，只为可以和变成地缚灵的弟弟再见上一面。女人突然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回头，一个模糊的影子出现在了身后。姐，你躲我躲这么久，你终于肯见我了。男人之所以不肯出来相见，也是希望姐姐可以早点忘掉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姐姐依旧痴心等候，执念入骨，对她的思念仍旧分毫未减。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姐姐可以好好活着，于是劝说罗姐尽快离开东风市场。那我离开你怎么办？你是地缚灵，你根本走不了啊！我跟这些邻居又不是第一天当鬼，况且还有太子爷的机身罩着。
谁敢动我们？纵使有千般万般的不舍，罗姐最终还是答应了弟弟马上离开。往日的喧嚣不复存在，东风市场仅剩下了几个鬼邻居陪着韩杰。韩杰正准备去阿福那里淘换一些武器，就在这时叶子找了过来。今晚的大战过后不知生死几何，他希望韩杰可以陪自己去个地方。叶子把韩杰带到了一棵许愿树跟前，这棵树被当地人称为神树。叶子生病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一次，对这棵神树许下自己的愿望。他这次的愿望竟然是世界和平。韩杰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哭笑不得，但叶子却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许什么愿？世界和平啊！你真相信这个有用？我信啊！法术不敌神通，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所以一个有愿望的人比奇异博士还要强。树上挂着的每一个愿望，都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圆满未来的殷切期盼。叶子相信，这些微弱的愿力终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改动天地。韩杰无心与其争论。你开心就好了。你也许一个愿吧。我不要。许一个就好了。哎，许一个嘛。与此同时的警察局内，张敏和队长把自己的配枪摆在关二爷面前，诚心叩拜。大战在即，他们也想为这场人类浩劫尽一份绵薄之力。另外一边的韩杰也在忙着做战前的准备工作。他拿出一张金砖的卡片，将其揉碎，用碾碎的金沙给这些武器开光。除此以外，他们还在东风市场的各处写满标语，贴满符咒。内容虽然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看起来解气又提神。只要有太子爷的法力在，即使随便画个符号也能阻挡妖魔鬼怪的入侵。一切准备就绪后，韩杰才发现太子爷的卡片仅剩下了8张。他不相信叶子的许愿术，更不敢奢求太子爷能保佑打赢，一切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安排。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韩杰准备送叶子离开，岂料刚刚来到楼下，就听到门卫大爷房间里传出了动静。老爷子，你在干嘛？你怎么没走啊？老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他要留下来保卫家园，更何况他的儿子和孙子还被困在这里。叶子见状也要凑热闹留下来。还没等韩杰说服他们两个，阿福又骑着电动车赶来了这里。韩杰走近才发现他是受到了邪术的操控，不只是他，东风市场刚刚离开的邻居们全都回来了，一个个如同提线木偶一般面无表情。吴天基正是要利用他们分散韩杰的注意力。一定是吴天基搞的鬼，那王八蛋想玩什么把戏？既然走不掉，大家也就索性不走了。他们挨家挨户搜集物资，然后贴上太子的护身符充当武器。走在最后的叶子突然一阵眩晕，随后就脱离队伍失去了踪影。另外一边的吴天基也做好了大战前的准备，他放出之前炼制的尸魔和恶鬼，让他们充当开路先锋，消耗韩杰的卡片。那么待到月圆之时，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取回完整的魔力了。一张由阴邪力量织成的大网在空中迅速蔓延，眨眼间便将东风市场在内的大片区域笼罩其中。泰山压顶的窒息感扑面而来。韩杰刚刚来到楼下，韩大哥，那边有东西进来了。王晓明之所以说是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怪物，正是吴天基炼制的尸魔。他们身高数尺，狰狞恐怖，浑身上下萦绕着腐败的死亡气息。就在韩杰与尸魔缠斗之际，更多的恶鬼则是顺着打碎的窗户爬进了楼内，接触到符咒的瞬间烟消云散，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疯狂拍打着门窗，试图把邻居们也拉入战场。但这种攻城战消耗巨大，很快他们改变了策略。正在奋勇抵抗的邻居们突然听到了韩杰的叫门声，可打开以后只看到了猛扑而来的恶鬼，众人赶忙死死抵住房门。韩杰三人及时赶到，才没让恶鬼们的计谋得逞。楼道内的恶鬼很快被扫荡一空。三人进屋之后，才发现人群中唯独少了叶子的身影。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口哨声。吴天基端着一柄烛台从黑暗中显露身形，他面前的摊位上，白布袋下面正躺着一个人。韩杰知道此战避无可避，留下张敏两人保护邻居，随后便循着声音来到了1楼。他下意识掏出了9龙神火罩的卡片准备迎战，岂料吴天基或者说是六范根本不想与他开战。对方掀开白布单，露出了下面的叶子。你真的以为红白出现在他家是他妈去找那个什么狗屁3流风水师啊？他从一开始就是六范摆在你身边的一个棋子。原来从叶子发现家里出现女鬼，再到后来找韩杰求助，全都是吴天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甚至猜到
海姐和叶子长久接触下来一定会产生感情，于是特意派2个女鬼每天晚上对着叶子吹气，把六块的魔气凝聚在叶子体内，将叶子的人该滋养成了魔该。而六块苦心经营这么久，竟然是为了得到海姐的身体。我要把魔干留给你。你比陈七杀年轻，比吴天机能打，我为什么不要？六块控制住叶子的生死，就是为了逼海姐就范。只要海姐答应换上魔盖成为她的机身，不但可以拥有强大的魔力摆脱太子爷，甚至可以与六块联手成为3界至尊。如果海姐不答应，那么魔盖就会日益膨胀，直到把叶子的身体撑爆。你希望他死得这么惨？海姐不得已只能答应了对方，但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首先要放过东风市场的所有人和鬼，第二就是把自己的该脏转移给叶子，确定叶子活下来之后，魔该才能移植到自己体内。但六范也告诉了海姐一个坏消息，叶子体内的血癌早已扩散，如果不是魔该的存在，他根本活不到现在。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把海姐的该脏移植给叶子，叶子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能多活点是一天。好，我答应，但你要把我的肝换给他，我要确定他换肝之后还活着，你的魔肝才能进到我身体里。六范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了海姐，他高估了自己开出来的条件，却也低估了人心的险恶。以上便是台湾最新奇幻恐怖剧集《寄生》第7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寄生》第1季大结局，花生的精彩故事。血月高悬，阴气正盛，六范终于成功拿到了属于他的完整魔力。一场决定3界命运的生死对决，在东风市场正式拉开了帷幕。六范按照约定，将魔该从叶子体内取出，又把海姐的该脏换到了叶子身上。片刻过后，叶子苏醒，得知海姐的决定后痛哭不已。他本是一个将死之人，不值得海姐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楼顶还有一个大麻烦急需解决。海姐把叶子和邻居们托付给了张敏，头也不回地跑去了顶楼阳台。作为太子爷的机身，即便失去了该脏，海姐依然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其实六范也早已猜到，海姐根本没有打算把魔该转移到自己体内，这只是他的拖延之计而已。你根本没打算让我换魔干，对吧？3张卡片被抛至半空，太子爷的神兵利器随即现身，但即便有了这些法器傍身，海姐也很难在六范这里讨到半点便宜。乾坤圈被凌空捏爆，火尖枪到了六范手里，竟也如枯木一般腐朽溃烂。眼看海姐拿出九龙神火罩，六范马上变了脸色。倒不是说他惧怕九龙神火罩的威力，只是这个东西处理起来非常麻烦，他不想再这样无休止的纠缠下去。六范瞬移到海姐面前，快把东西吐出来！眼看对方不肯配合，六范只能自己动手，最终卡片被硬生生拽了出来。趁着对方虚弱，六范想把魔该硬塞进海姐体内，殊不知男人提前吞下了4张九龙神火罩的卡片，魔该接触到的瞬间被烧成了灰烬。六范分神之际，30多条火龙喷涌而出。5年前，海姐就是利用九龙神火罩打败的陈七杀，只可惜现在的六范获得了完整魔力，火龙在他面前也变得不堪一击。海姐趁机使出全身的力气，重拳砸向对方。正邪力量的终极碰撞击碎了魔力形成的屏障，海姐支撑不住，瘫软倒地。但六范看上去却安然无恙，他一脚踩住海姐，给了男人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愿意当我的机身吗？还是你要让这里所有的人跟着你一起陪葬？此时楼下也激战正酣，有了张敏和队长的守护，一众鬼邻居们才暂时得以安稳。但随着战局突变，越来越多的恶鬼蜂拥而至，红衣女鬼也趁机附身了叶子，她一把抓住飞来的小文，当场咬成了2截。眼看他要破坏门窗上的法咒，所有人赶忙一拥而上，一边阻挡恶鬼的入侵，一边修复被破坏掉的法咒。众人虽然死死按住了叶子，但却不知如何将女鬼从叶子身上赶走。张敏跑去顶楼寻找海姐帮忙，不料却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六范硬生生掏出了海姐的心脏，无视张敏的威胁，放到嘴里大快朵颐。海姐以命相搏，没想到最后却落了个如此下场。愤怒的张敏接连开了数枪，即便已经在关二爷面前开过光，这些子弹依然没能伤到六范分毫。不自量力！磅礴的黑暗魔力轰然席卷而下，
叶子被女鬼附身，海姐战死，恶鬼源源不断地涌入楼内，再也没人能与六范抗衡。就在大家绝望之际，一道金光刺破苍穹从天而降，一众阴兵眨眼间魂飞魄散。乾坤圈裹挟着无上的法力从天而降，火尖枪混天绫相继现身，海姐体内缺失的心脏瞬间恢复了跳动。六范脸色骤然大变，已经丧生的海姐在太子爷的神力加持下满血复活。不等六范做出反应，身披外道霞光的哪吒三太子已然来到了跟前。臭小子，你竟然出现了！你不是一向都不屑上这些臭皮囊的身吗？时隔几千年再次相见，两人免不了一对唇枪舌战。六范再次提到了称霸三界的妄想，太子爷不想听他痴人说梦浪费时间，甩出乾坤圈和混天绫先发制人。六范不敢轻敌，召唤出完整形态的金刚杵挡下致命一击，随后飞身跃起朝着太子爷猛扑而去。太子爷蓄力将其推开，马上挥动火尖枪，催动乾坤圈发起一阵猛攻。六范挥舞金刚杵全力抵挡，一时之间难分胜负。此战不仅关乎人类世界的存亡，更关乎三界六道的秩序稳定。两人的每一次碰撞都迸发出足以撼动天地的力量，整个东风市场摇摇欲坠。太子爷在关键时刻甩出一枪，虽被六范双手合十稳稳接住，但也被死死钳制，没有了反抗的余地。这个无天机的肉身太弱了，不然我一定赢你。嫌凡人的肉身不堪用，那你可以现真身啊。我若现出真身的话，就会杀了你的机身，你舍得吗？六范啊，你不就是要打输了，所以想激我出真身，想害我犯天规？太子爷的叛逆三界闻名，他如果敢在人间现出真身，定然会受到天庭的惩罚。但令六范没有想到的是，上面觉得我太叛逆，那是做做样子的，私底下他们可爱死我了。你们这些神明都假清高，竟然跟我玩黑白脸！神明想要镇住邪魔，就要比他们更加狡猾，更加阴险。即便如六范所说，太子爷违反天规受到重罚，但他们还有那只猴子和二郎显圣真君，哪一个都能轻而易举把六范呼死。六范知道这次又是白忙了一场，赶忙趁机脱离了吴天机的身体。六范依然没有认识到是他实力太弱，反而怪罪自己的机身不行。太子爷不想听他继续废话，甩出混天绫将其逼回了地狱。魔王降世的危机被彻底击碎。打得不怎么样，我招式倒是挺多的。吴天机见大势已去，竟然厚着脸皮求太子爷原谅。他这种见风使舵、审时度势的能力，倒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太子爷不但没追究他的过错，甚至还说要送给吴天机一份大礼，只是这份大礼需要他亲自到地狱去取。吴天机最害怕的就是报应轮回，他知道自己绝不能下到那个地方。吴天机转身跪倒在太子爷面前，苦苦哀求：“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上面已经给过你这么多次机会，但你每次都要选择最坏的那条路，这是你自己选的，我也帮不了你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眼看太子爷不肯出手相助，吴天机竟然掏出法器狠狠刺向对方。殊不知他的伎俩早已被太子爷识破，刺出去的金刚杵瞬间变成了棒棒糖。吴天机早已无药可救，等待他的必将是最为严厉的惩罚。你们凡人的事，你们凡人自己解决啊。太子爷随即离去，把身体再次交回给了韩姐。他蹒跚来到吴天机面前，拿出封印女孩爷爷的檀香炉，撕掉表面的符咒。吴天机没有一丝恐惧，因为冤魂不可以私自寻仇，否则会受到地府的惩罚，永世不得轮回。岂料老人颤颤巍巍掏出了黑令旗，这是地府准许冤魂索命的凭证。不好意思，他走合法流程的。老人冲上去将吴天机推下阳台，男人的灵魂则直直坠入地狱。手握生死令的牛头早已等候多时，男人生前作恶多端，双手沾满鲜血，如今到了他偿还的时候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没有人能逃过因果的审判。现实中的海杰昏迷不醒，实则是被太子爷带到了地狱。不等他搞清楚怎么回事，曾经关押他父母的牢门轰然打开，海杰走入其中，这才发现牢房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父母的身影。原来早在他答应成为太子爷的机身之前，二老就已经搭上了轮回的列车。后来他看到的全都是假象。你下来看到的都是假象，骗你。所以他没有为了我在地狱受罪，受罪的是你。之前就有朋友说，父母因为管教不严就要在地狱受罚，剧情设定不合理。直至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都是源于太子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父母临走前给海姐留下了一段话，希望他不要因为当年的错误太过自责，无论他走了多少弯路，犯了多大的错误，在父母眼里永远是那个值得被原谅，被他们深深爱着的孩子。镜头一转，两人来到了现实，叶子静静躺在床上痛苦万分，即便太子爷法力高深也无法为其增寿，但是看在海姐这么多年为自己办事的情面上，太子爷用莲藕为他手搓了一颗金柑，这颗金柑可以免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让叶子快快乐乐地走完自己的阳寿。不过这也是有代价的。这是什么？续约。我说过了，你欠的不止一笔债，连同这颗金柑一口价，来吧。海姐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叶子，没有丝毫犹豫，在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太子爷也信守承诺，将金柑植入到了叶子体内。临走前，他交给海姐一枚鸟蛋，用香火熏上7期49天，便可重新孵化出一只小蚊。没有小蚊的这些日子哦，就当做放你个长假。操，人怎么这么好？太子爷，有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那么多更好的人，为什么是给我第二次机会？海姐想知道太子爷为什么选自己当他的机身。之前咱们就说过，他们家的凤元宫里供奉的就是哪吒三太子，可以说太子爷是看着海姐长大的。他第一次顶撞父母是因为想收养一只流浪猫，第一次打架是为了保护被欺负的女同学，即便犯下了弥天大罪，也从来没有想过推脱或者逃避。虽然你误入歧途犯了错，但你没有逃避惩罚，这个机会我不给你，给谁啊？给我好好干，我看着。箱子里满满都是太子爷的神兵利器，新一轮的征程即将开启。转眼间来到了几个月后，东风市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一切又都回到了最初的模样，平淡而美好。叶子给海姐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绝笔。杰哥，你过得还好吗？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打这么多字哦，所以不要嫌我啰嗦，要看到最后哦。生病以后，我常常在想，要做点什么才不会白来人间一趟。我带着困惑，第一次来到东风市场，认识了你，认识了大家，让我知道死之后只是换一种方式存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收获到满满的爱，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最后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希望你替我好好爱这个世界。如果死亡真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我们依然可以陪着自己最爱的人，看到他们的一颦一笑，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死亡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惧了。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吧。又是一个月圆之夜，海姐得到了太子爷最新的任务，李勇为夺遗产，拆阴回杀长辈欲脱罪。紧接着一个年轻人按响了门铃，身边还站着一个面色惨白的阴魂，正好对应了太子爷的任务。太子爷最后交代的是好好教训他一顿。海姐马上拿出了乾坤圈，遵照任务行事。斩妖除魔。剧情的最后，导演留下一个彩蛋，一个男人在月圆之夜引燃了地狱符，随着符咒脱手，一个不知名的怪物从地底爬了上来。至此，机身第一季的故事正式落下帷幕。这看似是一部简单的神魔爽剧，实则核心讲的却是罪孽与救赎。有的人一生作恶，深陷罪孽泥潭，在黑暗中步步沉沦；有人身不由己，被迫裹挟于阴阳纷争，在绝境里挣扎求生。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每一份恶行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每一次迷途知返都藏着重生的希望。沉沦者坠入深渊，自取灭亡；醒悟者向阳而生，走向光明。世间所有的执念与罪恶终会被岁月审判，唯有守住本心，心存善念，方能挣脱宿命的枷锁，寻得真正的安宁。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们下个电影再见。